嗨，这里是菜鸟老田，希望你身体健康。通常，只要你品鉴的分组够多，你就会获得一种特殊能力，只需一眼就能看出一个游戏是否有无意味。我把这种能力称之为分组雷达，原理类似科学家巴甫洛夫用铃声诱骗狗狗吃屎，最终不需要铃声，狗狗也会去享受自己的快餐。钢之崛起，一款 demo 刚玩了10分钟，就让我的分组雷达像个不停的类魂游戏。绿色的草地，空旷的院子，在里面打几个小怪，是一个无聊的开场。第一个精英怪不稳定态火枪手是我逃离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它很有难度，也不是因为旁边会出现 L 死小怪干扰我们的回合制，而是我发现我的显卡正在发出绝望的哀嚎。当时是2022年，很显然我一定会放弃老头环，去玩这个法兰西性爱机器人历险记。我并没有那么做，除非我他妈疯了，我直接对这个游戏宣判死刑，然后去猛吸哥弗雷的歌直播。现在已经是4年后，我突然想到，也许我当时下的死刑宣判有点过于仓促，我确实需要升级我的显卡，也许其实并没有那么糟。不，并没有。停，先停一下，我们先来点不那么无聊的东西。我们频道老朋友在最近发布了全新活动，并且将为所有新玩家带来比以前更大力度的新手福利。我已经介绍过很多次这个游戏了，角色收集、深度养成，还能挂机，最佳选择。好，我已经玩了很久这个游戏，所以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现在只需要通过我的专属链接或者二维码下载《突袭暗影传说》，就可以直接获得3名传说级角色和1名史诗角色。首先 BOSS 族阵营的传说级角色均衡者瓦拉林，他是一名功能全面的攻击型角色，所有玩家只要在孵化之网活动期间登录7天，即可直接入手。注意活动会在8月份截止，想要获得它，务必在7月31日之前参与活动。同时，游戏还开启了限时活动副本，可以挑战 BOSS 哀悼者雷亚，获得提升精准的强力装备。一开局就可以立刻免费获得隐四阵营的传说角色猎户者空虎，兼具输出和控制，20%全队暴击率提升，更能凸显性价比。在你的账号等级到15级，就能获得来自兽人阵营的史诗角色查卡拉，助它降低敌方防御力。还没完，你还可以从6个兑换码中任选其一，在下载游戏后的48小时内兑换1名传说级角色，他们分别是两角兽人、流浪者爱丽丝、拉泽瓦格、大象主帕德莱格、牧羊人菲莫和胜利者佩洛夫斯。我个人推荐菲莫，他可以用眩晕阻止敌方行动，并保护他的队友，打乱敌方的节奏。他不是那种脆皮战士，而是真正的肉盾和控制大师。另外，老玩家可以使用这串促销码获得一些游戏内资源奖励，所以千万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邀请链接或者二维码下载《突袭暗影传说》，领取这些新手奖励，仅在活动期间有效。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哦！对了，别忘了来找我，希望你还记得我炫酷的游戏 ID 玩家15153256，或者加入我的公会，嘻，成为苦工缔造传奇。让我们继续，剧情就像是一节历史课，非常有教育意义，发人深思，而且令人发困。改编自真实事件，法国大革命，在那个时候，人类长得和油画一样。这不是赞美，你将扮演 Igris， 超越时代的舞蹈机器人，奉皇后的命令要去处理一些事情。要处理什么事情？我忘了，因为这个游戏优秀的本地化，从开头对我产生了巨大的震撼。2个法国人在使用文言文对话。如果你还觉得不够，当我看到皇后娘娘凤体安康与否，我就知道，我如果再不把注意力换到别的地方，我迟早也要进精神病院。当然，您肯定想问，我花了那么将近19个小时，到底记住了点什么 ？We on nothing。其实什么也不用记住，当我看到路易16的时候，一切就都有了头绪。Bro 不光是一个残暴的国王，还是一个科技死宅，喜欢机敏，并且希望用电饭锅巩固自己的权利。很明显，我们需要牵头反抗，最后拔得头彩，这就很有教育意义。我现在就已经在反思自己到底看了多少没水平的地狱笑话。现在他可以从头做人了。
就这样，我已经说完了游戏第2有意思的东西，第1有意思的东西。这群贵族 NPC， 他们就像我不同父异母的亲兄弟，完全记不住他们到底是谁。所以，他们一旦想要说点什么，我会立刻加速跳过我们之间的所有对话。至少现在看起来，就像是一种奇特的抽象梗图。我突然发现，人物建模丑点竟然还有意外收获。但是你知道的，一般情况下，我们玩类魂游戏都是在追寻挑战，比如在迷宫般的地图里迷路，被像泥头车一样的 BOSS 一头撞死，或者用电击装置惩罚自己的失误。不过你要先猜一下，这东西该放在哪？但是钢之崛起它不一样，它的挑战就更现实一点。我能在不睡着的前提下见到每一张的 BOSS， 并且打完它之前，我能保持清醒吗？我不行。只需要选择保镖出身，拥有最多的血量，直接获得轮椅，自带100%全防盾牌。只要不清空你的精力，你就能挡下所有攻击，包括元素伤害。而且这是一把重击出手很快的大锤，把属性缺点力量，只用重击就能把路上所有机器人不断打出硬指，无限寸指他们的行动。然后你就能化身大运，一路撵到游戏结束。当然，一定会有董哥会说，你用轮椅，你评价你妈了个。对的，你说的对。所以我也试了试这个能弹反中断敌人攻击的井盖，给敌人施加火焰异常，但是火焰异常又只能靠弹反触发，同时折磨敌我双方，或者这把可以开枪的锤子。终于在游戏快通关的时候，结合了我一直以来的迷惑，原来锁定后的这个菱形图标竟然是敌人的失衡条，但是近战武器完全打不出来失衡，所以我一直以为这游戏压根就没有处决。不好意思，我们成立猛男是这样的。当然，我不觉得这能全怪我，毕竟我在玩到这游戏之前也很难想象一周目快通关，我才30多级，所以我完全没法识别的武器。升级系统已经达到了某种难以描述的抽象程度，前期武器强化抢资源，后期升级全靠卖灵魂。至于打怪给的魂，就像你的工资到一个点就几乎固定了，你的出身就决定了你要走的路线，加点血条精力，梭哈一种属性，全把武器一直用下去。随手点了一级不需要的属性，你就完了，你就全完了。武器是升不动的，吸点是不存在的。这个容错是我熟悉的东亚风味，不过等你开启亚洲目，一个小怪就会突然给个几千魂，随便打几个就够升一级。为什么？我不知道，可能代表着一种美好幻想，下一次会更好。BOSS 都很有压迫感，体型巨大，行为重复，智商非常符合16世纪的 AI 水平。要做的就是闪避重击，闪避重击，乒乒乓乓，乓乓乒乒，很像炼钢工人的辛苦劳动。精力用完了没关系，只要一个按键，你就能直接回满精力，只是稍微吃点异常。你还有2种回血手段：机械元素瓶和机械滴石。为了让你觉得这个游戏有点难度，所以你只能带5瓶元素瓶，但是他们可能转念一想，也许我们应该尊重一下黑暗之魂2，所以你可以带99个滴石，而且使用速度很快。如果这样，你还是在 BOSS 战中不幸殒命，在同类游戏里，我们都会把责任归咎到做了这个 BOSS 的人身上。我给你一根拐棍，现在快去阻止祖国人。但是钢之崛起它不一样，我都会把责任归咎到自己身上。我的问题，因为在这个游戏里，我才是祖国人，所以我决定听着这个打铁的 ASMR， 先昏睡48小时，等我忘记 BOSS 有多催眠再来挑战，也许我就能一次过了。我99%的 BOSS 都是一次过，知道比打 BOSS 还催眠的是什么吗？推图。终于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一开始我只是单纯的以为法国人都喜欢大院子，他们在买了房子以后，在机器人的预算上就相对有限，所以地图只是单纯的空旷没设计。第2章，我们的法国老哥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做类魂游戏，所以是时候加点单向门和篝火复用了，顺便来点平台跳跃，让玩游戏的人知道自己膝盖有多好用。不错的想法，毕竟应该没人会对一个小工作室有什么高要求。为什么你要留那么大块空地？为什么我打开这个巨大的肛门，发现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让我绕一圈，从另一个入口回到这里，而且2个门和篝火的距离几乎完全一样。从这里开始 ，Bro 就已经沉浸在
自己的艺术里了，意外的喜欢在已经足够连通的地图上继续增加一点自己的小巧思，比如5分钟让你连续开3个单项门，这样就能在你不小心暴毙的时候节省那么宝贵的1分钟。又特别喜欢让你可以用2种路线到达同一个地点，但是非要把另一条路线做得看起来就像是一条完全没有关系的分岔路。换句话说，他们巨他妈喜欢画圈，但是不管这个圈到底用不用得上某种意义上的明末前传，再让你捡一点可有可无的时尚小垃圾，这样就能嘲笑你的好奇心，或者能力所最超越宫崎英高的一集，直接原教旨3D 银河城。你不能一次把地图全部探索完，那会非常没有深度。有很多区域你一开始完全进不去，你要先把这些区域留着，带着这种便秘感推主线打 BOSS， 拿到特殊能力钩锁、超远闪避，或者让你一脚踢穿破碎的墙壁，这样你还是不能进去，因为门是上锁的，箱子是上锁的，你必要等这群顶着假发的老登给你支线任务，你才可以去一探究竟。这群老东西虽然打算推翻自己的国王，但他们也同样是官僚主义享受者，所以他们很会利用你的好奇心，导致你后面整整一半流程都要给他们跑腿做支线，只为了打开那些一开始打不开的地方。然后发现这些地方来不来其实一样，你只是没法放下那些曾经的执念，为了一些小众到根本没人在意的 Steam 成就，浪费了人生的几个小时。Baba Boy， 我只看到一个正在疯狂挣扎着填充内容的便宜类魂，因为支线可以直接复用主线地图，同理主线地图也一样可以复用前面的主线。天才般的资源管理，一个模型复用个100遍都算亏，这就导致所有法国老钱的院子都长一个样，所有街道建筑都一个样。至于路上的小怪，2只手就能数完所有种类，他们就像和善的印度三哥，你们初次见面没多久，很快你就能见到他的所有亲戚阿米尔和哈米尔，只是从红色换成蓝色，他们的行为并不会发生变化，一样的容易预测，一样的毫无威胁。也许他们的父母也来自同一对父母，所以是的，这游戏说忍住不睡着完全没什么难度，你可能只需要别过分相信自己的跳跃能力，并且小心你的电脑可能突然自爆。1080p 特效调低，只要场景稍微复杂一点，就能欣赏到16世纪的 PPT。4070 钛可能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败在一款2022年的游戏身上。当然也不是没有好消息，这个游戏我只花了几块钱，不算太亏。但是好消息一定会派成坏消息，都怪我灵机一动，心想既然都通关了，顺便把 DLC 也打了吧。于是我又花了20块买了这个全网开荒没有攻略，总时长不到1小时的 DLC。终于我可以看到几个新敌人，一个新 BOSS， 还有一个让我像小偷一样上蹿下跳翻窗入户的新地图，真是和本体一样是个不错的补教场所。很显然我已经亏麻了，但是没关系，我刚从一场长达4天的高烧中恢复。你知道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吗？是休息，是补觉，是凉爽的夏夜，可供人无忧的安眠。现在它完全符合我的需要，我光是回忆这个游戏的画面都感觉眼皮在不断的加重。最后我也给它10个遮盖梅毒的假发，最终评分只有个位数的价格才适合这个游戏，除非你因长期失眠急需入睡。另外，让我再次感谢凸显传说对本频道的大力支持。现在只要通过我的专属邀请链接或者二维码下载游戏，就可以直接获得3名传说级角色和1名史诗角色。开局可以直接获得银色阵营的传说角色猎户者空虎，照等级达到15级就能获得来自兽人阵营的史诗角色扎卡拉。活动期间只需要登录7天就能获得不死族阵营的传说角色均衡者瓦拉林，但是连续登录奖励会在8月份截止，想要获得它务必在7月31日之前参与活动。你也可以从6个兑换码中任选其一，在下载游戏后的48小时内兑换1名传说级角色。所以千万别忘了使用我的专属邀请链接或者二维码下载突袭暗传说加入游戏，这样可以让我获得更多合作机会。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更多内容还在制作中，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点个订阅，让我们下次再见。